详解16型人格 INF 完美主义的知星人。一、概述 INF 知星人也可以叫做治愈者、幻想家或者哲学家。INF 的几个重要特征包括腼腆、敏感、文静、完美主义以及自卑。INF 把内在的和谐视为高于其他一切，他们敏感、理想化、忠诚，对于个人价值具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个人信仰坚定，有为自认为有价值的事业献身的精神。对外部世界，他们显得冷淡缄默，但INF型的人很关心内在，他们富有同情心、理解力，对于别人的情感很敏感。除了他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外，他们总是避免冲突，没有兴趣强迫或支配别人。INF 型的人常常喜欢通过书写而不是口头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当INF 型的人劝说别人相信他们的想法的重要性时，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INF 很少显露强烈的感情，常常显得沉默而冷静。然而，一旦他们认识了，就会变得热情友好。INF 的人很友好，但也避免肤浅的交往。他们珍视那些花费时间去思考目标与价值的人。特注：在职业生涯规划咨询中，我见过的每一位 INF 都有点自卑倾向。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能力出众，但依然觉得自己不行、不好、不够好。二、性格分析及特征描述 INF 人格类型约占总人口比例的3%到4%。INF 类型：专注 I， 偏好以一种抽象的、具有远见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观察周围的事物 N。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个人价值观的，主观的决定 F， 不是为了控制他人，只是为了坚持自我。INF 的生活非常随意、灵活。P， 我个人观察，中国职场上更推崇 SG 的性格类型表现和行为方式，且多数管理者是 H 类型，这让 INF 很尴尬，这可能让 INF 在职场上很不舒心。在学习偏好上， INF 和常见的 NP 不同，生活中大条，学习不大条，甚至会死抠细节。虽然这么做会非常的累，但这会他们觉得更完美。INF 跟多数 NF 一样，偏好文科。INF 尤其喜欢文学，几乎就没有不喜欢文学的 INF。所以你若认为自己是 INF 又不喜欢文学，那你就得好好思量一下自己的人格类型了。完美主义是 INF 的一个特点，很多类型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完美主义。4种 NF 在这方面更极端，但是在4种 NF 当中， INF 的理想化色彩是最浓的，完美主义的倾向也是最强的。而且这种完美主义倾向主要指向他们自己以及和他们比较亲近的人，尤其是在人品或者道德方面的瑕疵。INF 可能会非常敏感。在 INF 的内心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更完美的世界，这是他们完美主义的源头。这最终造成 INF 对现实世界往往是很失望的。在评价自己的时候， INF 的完美主义可能会更极端，希望自己在各方面都很美好。他们的自卑也与这种评价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 INF 对羞耻、羞辱这些情感可能体会的比较深，容易受到来自他人的各种评价性语言的影响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种种原因共同导致 INF 成了16型人格当中最自卑的一种类型。INF 类型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想象力很丰富。INF 是16型人格当中内心戏最丰富的类型。这也是为什么也可以称他们为幻想家、幻想，或者通俗点说就是白天做梦。这个是 INF 的一大兴趣，他们甚至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就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连续幻想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们自己会觉得很满足，也就是比较容易沉溺于幻想。这个和 INF 经常会沉溺于思考有的一拼。INF 在有些书里面也被叫做是哲学家，这个和他们对人生大问题的追问有关，也就是追问自己的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这类在很多人眼里不着边际的大问题。当然，这些大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可能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回答。但是INF是最喜欢问这类问题的。更有趣的是，INF从来不会认为他们已经找到答案了。这和2种 INFJ 很不一样，INF会乐此不疲的一直追问下去，所以才会被叫做哲学家。INF 的敏感赋予了他们一种觉察人心、洞悉人性的强大直觉，他们很容易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尤其是在体察他人的情绪。
情感方面有着比较高的天赋，这种觉察人心的力量也使INF会很擅长揣摩别人讲的话背后的意思，什么话里有话，含沙射影。对于这些INF是很敏感的，尽管有时候他们的判断可能会不太准确，因为他们很难把真实的存在和自己的幻想区分开来，但基本上INF会本能的觉得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任何事情好像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睛，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标题中把INF叫做知心人，其实有2层意思，一个是这里说的知悉和洞察人心的知心人，另一层意思是知心人这个词的日常用法，也就是能理解自己、懂得自己的那个人。INF因为对人心的真实面貌很在乎，同时他们的完美主义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也就是比较极端的追求心灵美，这个和意思对美的追求是不一样的。INF特别无法忍受自己或他人心灵上的假恶丑，也包括心灵或灵魂上的不完整、被拉扯等等，这些都是INF不希望感受到的。他们希望自己和他人的心灵都能处在一个完整和谐的状态，并且会极力去维护。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种心灵上的疗伤、治愈。换句话说，INF会很善于聆听和安慰别人，善于使一颗浮躁的心变得平和，帮助他人也往往包括他们自己，重新找回最真实的自我。这就是知心人的第2层意思。特注：INF在生活中不容易被觉察出来，他们的存在感很弱。有些人如果女性柔弱到极致了，这人很可能是个INF，性格外在表现很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天使爱美丽》中的艾米丽。3. 工作生活表现，INF最乐于做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然而只要愿意稍微转换一下视角，把正在从事的并不那么有趣的事情看作为别人服务的工作，他们就会为这份工作尽心尽力，在所不辞。当INF不承担团队的领导职责时，激励他们工作的因素是能在工作中找到个人的意义所在。当你工作力不从心，业绩较差时，你的INF同事很可能无动于衷的作弊上官，他们最典型的想法就是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活。但如果你有一个INF上司，或者你的工作与一个INF的利益密切相关的话，他就会变得非常有控制欲。通常位居要职的INF很少，能够做到 CEO 的就更罕见了。然而一旦INF成为非常高级的领导，他就总能使他的下属忠心耿耿。他善于兼顾任务的完成和团队成员的感受。作为INF的下属，你可以自由发展并得到很多肯定，也会有人倾听你的意见。只要你努力了，而且没有触及INF的个人价值，即使失败，你的付出也会得到肯定和鼓励。因为INF给人诚恳的感觉，大家轻易不会表达不同意见，所以团队中公开的冲突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你冒犯了INF的价值体系，要得到INF的原谅非常困难，前提是如果他们还愿意原谅你的话。INF 的 I 和 F 一面使他们很难原谅那些违反他们价值观的人了，让他们的 N 和 P 一面又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满不在乎。INF 嘴里说着没关系了，无所谓的，而事实上要获得他们的原谅并不像表面上这么容易。如果一个 EJ 犯了错，道了歉，INF 就会给他一个典型的 INF 式的回答，没关系了，无所谓的。EJ 天真的以为没事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INF 中女性多于男性，这是因为女性往往显示出对情感的偏好。INF 热衷于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努力，如反对酒后驾车、提倡妇女解放等。如果你要寻找掌握大权的INF，那么在类似这种性质的社会运动或社会组织中最容易找到了。对于以为INF男性来说，要承担领导职责就既要有远见卓识，也要有卓越的成就。一旦成为领导，他就会是一位能给予人灵感的领导。然而日常生活琐碎无味的细节也可能会毁了这位领导，可能会有人批评他的某些行为过于温柔、随意，没有男子气概，于是他就做出一副非常强硬的姿态，以表现自己的男子汉的气概。下面说一下INF的缺点。显然，过于敏感的性格使INF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防御力真的有待加强。他们太在乎别人是不是喜欢自己，或者说INF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不喜欢自己。一点点人际关系上的不和谐都会让他们感到心神不宁。INF在人际关系中如果过于敏感，同时也把别人想象的太敏感的话，其实反而对人际关系是一种障碍。一方面，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难和那些太敏感的INF相处，因为好像自己随便说什么都可能伤害到他。另一方面，
INF 如果把别人想得太敏感，也容易会过于为对方着想，反而让对方觉得受不了。任何反对意见都可能使 INF 非常紧张。但如同前面我们提到过的，虽然内心有着强烈的情感，但表面上 INF 对别人的反对意见往往会表现得非常容忍。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INF 都希望帮助别人发展自我，获得独立，但他们常常陷入矛盾之中，不知道是应该直接引导对方们，还是应该间接地劝导对方。如果两者的尺度把握不够恰当，别人就很有可能对 INF 产生误会，要么以为他控制欲过强，要么以为他拐弯抹角。和 INF 4个字母不同的 SH 最有可能对 INF 产生类似的误会，从而冒犯 INF。工作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使 INF 变得反常。假如工作环境非常消极， INF 可能变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表现出一些 F 型的人容易出现的逃避倾向。这时 INF 会显得反应迟钝或过于敏感，这些情况和平时的 INF 大相径庭。在更极端的情况下， INF 可能表现得很狂躁而不稳定，有时是一个抑郁者，有时又成为一个愤怒的批评家，常常翻出和现在的情况毫不相关的陈年老账。如果 INF 觉得工作总是做得不尽完美，时间总是不够，这就导致他们严重的自我批评。他们对自己如此苛求，以至于拒绝接受来自上级、同事和下属的帮助。最后，我要在这里跟所有的 INF 说一句，客观的讲，你们真的不弱，只是你们内心把标准定得太高了。4. 偏好职业领域。偏好的工作领域有创作类、艺术类、教育、咨询辅导类、研究、宗教、保健、技术等领域。偏好的典型职业：人力资源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团队建设顾问、职业规划师、编辑、艺术指导、建筑师、时装设计师、记者、美术指导、口笔译人员、娱乐业人士、法律调解人、推拿医师、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顾问。5. 工作中的优劣势。1. 在工作中的优势可能包括考虑周到细致且能集中注意力深入某个问题或观点，渴望打破常规思考并考虑新的可能情况，积极投身于所信仰的事业，必要时一个人也能很好的工作，对收集所有信息有一种天生的好奇与技巧，统观全局以及看到意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能洞察别人的需要与动机，适应能力强，能很快改变你的行驶速度及目标，在1对1的基础上能极好的与人工作。2. 工作中的劣势可能包括必须控制方案、计划，否则你可能会失去兴趣，有变得无秩序性的倾向，很难把握优先处理的事，不愿做与自己价值观相冲突的工作，在做事方式上不愿按照传统方式，天生的理想主义，这样可能使你得不到现实的期望，讨厌以传统的或惯常的方式行事，很难在竞争的、气氛紧张的环境中工作下去，不愿惩戒直接肇事者，不愿批评别人，